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本泰克频道。这期节目我们来讨论一下非欧盟学生如何申请北欧丹麦的 DTU 硕士。这期节目呢，我们会介绍这个硕士申请的这个申请流程、费用、奖学金以及就业前景。好 DTU 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啊？ ，DTU，这是它的全称啊，首先是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它中文名称叫丹麦技术大学。虽然它是欧洲顶尖的这个工程大学之一啊，但是这个名字啊起的其实是非常的野鸡，感觉像一个学院，像一个专科一样。实际上它并不是。这个学校呢，在人工智能啊、数据科学啊、可再生能源啊，包括这风能呀、机械等各领域，在全球都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的。那它跟 KU 哥本哈根大学和阿胡斯有什么不同呢？ DTU 就是它有很多实验室，然后更专注这工程和技术的能力，科研能力非常的强。包括而且丹麦大学之间是有联盟的，包括 KU 甚至奥胡斯同学也会跑来 DTU， 如果他那边没有实验室，会跑到 DTU 来做实验这样。而且丹麦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就国家数据中心也是在丹麦，也是在 DTU。然后 KU 呢，就是更综合性一点，它是偏学术研究比较多，包括那些物理啊相关这些研究啊，都在KU 会多一点。然后在 DTU 呢，就是它还有一些像航天啊这些东西都有个航天实验室也都在这边。奥胡斯大学呢，它也是比较综合性大学，具体不是很了解，所以这里就不多聊了。那 DTU 的硕士的课程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呢？ DTU 的学制啊，跟欧洲其他国家是一样，是标准的2年的这个学制。然后呢，它是120的这个丹麦的这个学分。它的学分跟东欧是有一些区别的。它这个学分的话，你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正常的小课的话，就是5分一个课，相当于24门课。如果是带实践点的课程呢，一般是10分，甚至有15分的课。但是像如果是不幸选到了数学系，对吧？那基本上就全是5分的课，会非常的辛苦。课程内容呢，就现在是包含专业课、团队项目课，还有这个实习，还有硕士论文。这个实习这部分很多专业是没有的，本科可能会有，硕士是没有的，可能就会换成这个专业学分的课，跟老师做项目。然后关于这个还有跟其他的国际联合硕士项目呢，这个就是应该是交换，就是想去欧洲或者中国甚至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它有很多交换项目，可以直接选择过去，不用交学费，自付食宿就可以了。那它有哪些热门的专业呢？ DTU 像这个机械工程，它的意义啊也是比较强的。另外就是数据科学、AI， 这个分布在很多个专业里面。像我自己就是数学专业的，对吧？是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Computation。它数学系下面是旁边其实就计算机系，它两个是共用一个系的，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如果想学，基本上就计算机或者数学都可以学这个东西。还有其他专业，其实选课是自由的。其实如果你自己偏向于想学这些东西的话，自己多选点课就可以了。这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对吧？能源，这些东西它这件事听说好像世界第一啊，非常厉害。它电子工程 DTU 是做芯片的，它可以做一些像那个CCD， 就是那个相机的芯片，还有一些就是普通的这个芯片设计也是有的。还有生命科学跟生物工程，它有非常好的实验室，对吧？然后这边也非常厉害的教授在这边，这是而且丹麦的国家里面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行业就是医药行业，所以说这个东西在丹麦也是占了很高的比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甚至还有酿啤酒啊，还有是海洋学啊，都很好。希望大家如果有自己有感兴趣的话，需要去自己去了解一下，每个专业都有非常不同的课程。那这么好，我想知道如果要申请 DTU 的硕士，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首先啊，这个学历要求必须拥有工程学、这个 engineering 或者自然科学、这个 natural science 相关的学士学位，而且也是标准的这个学士学位不能是什么专科啊、预科那些好像都是不行的。可接受的学位类型呢，比如说这个 Bachelor of Science， 这个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还有这个 Bachelor of Science。那你知道数学系是哪一个吗？理学学士吗？不，数学是 Bachelor of Science， 自然科学学士。好吧。然后呢，还有他不接受是什么呢？如果是非工程背景或者自然科学背景的申请者，尤其是跨学科这个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你文科突然想跑来学数学系，或者想去学什么风能，或者学什么意义电子，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他有在申请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那个学分表，你要符合那个领域相关的详细严格的那个课程的目录，你在本科都上过，学分够的情况下，才允许申请那个专业。而且报考的时候呢，可以允许选几个专业，然后逐一从上到下依次录取。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跨专业基本上很难。但是如果你是比较也是理工科的，对吧？你本来可能学医的，但是现在突然想去搞这个风电、搞电机，这个倒是可以商量的，只要系主任同意，怎么换都是可以的。但理论上，如果是跨太多的话，一般是不可以的。另外呢，就要申请的话呢，这个本科学位必须在10年之内是获得的，超过10年的学位理论上是不被接受的。那硕士对这个 GPA 成绩有什么要求吗？申请这个不光是丹麦的硕士现在先说 DTU 吧。DTU 的话，它官网上写的是就是平均分得到75分，但实际上最低得到80分的平均分。现在听说对中国这边，据我了解，现在就是平均分你得85才能有条件去申请这个学校，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排队，而且不能进入一些特别热门的专业，比如说计算机。另外重要的课程呢，比如像数学物理编程这些成绩呢，就是像这种比较实际的，可能需要分数稍微高一点。比如大家都知道吧，国内有些什么特殊的课程，对吧？什么思想品德课，类似这种课程的话，你分数低一点，你把它拎出来，对吧？你跟他说你这分数比较低，他们看懂了之后也是没有任何太多问题的，不会太关注那些课程。但是你的专业课程，像数学基础课、计算机专业课这东西，你分数还得高一点，大家会认为你的专业能力还是有的，可以去申请这个专业。如果关键的这个专业课分数比较低不是会影响录取，就基本上不会被录取。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反正我这个文科生肯定是上不了 DTU。上不了。也不好说，他可能有一些交叉学科或许可以上，但是交了学费可能找不到工作最后。那他对这个申请的语言有什么要求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东西首先接受的考试类型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雅思它的最低分是6.5分，然后是不看小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然后这个托福呢是机考那个分数它不接受那个最好那个成绩 best score， 就是你必须一次考试中的成绩最低分高于88分就可以了。之前我那年像是2020年那会儿还是90分，后来可能招不到太多人，对吧？然后又把它降成88分了。然后另外就是剑桥 C1 或 C2 直接过及格线180分就可以了。这里说了对吧？不接受这个托福的 my best scores。还有语言成绩如果过期也是无效的，像托福跟雅思都是2年过期就不收了。但是剑桥英语可以。剑桥英语它是永久有效的，所以这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去准备这个英语成绩要稍微早点去准备。但 DTU 是接受你没有英语成绩是可以申请甚至拿到 offer 的，但是你入学前必须提供英语成绩。当然我也有同学就是申请的时候没有语言成绩，申请上了，然后考到分数，然后来了。我也有同学就是他申请到了，入学前没有考到分数，最后就没有被录取，然后退学费。那还挺遗憾的。对。那能跟我们讲讲这个申请流程是什么样的？首先呢，这个大家就是在官网上去看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它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材料。基本上在国内的话就是学位证，对吧？你也不需要做什么认证，直接就学位证带英语就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做下翻译。基本上去这个学信网打印一下的英语学位证明就可以了。还有自己的学位的复印件，还有成绩单，不仅要中文的，一定要英文的。如果学校的话，学校在教务处盖章的学校都是认的，不需要做其他的单独的认证。学信网上那个成绩单认证其实可以没必要做的，只要学校有英语的盖章就可以。然后语言成绩，对吧？语言成绩不光要提交那个成绩单，还要再通过像托福，你还要通过官网向这个学校去发那个，就是说你语言考了多少分。另外推荐信需要用学院，就是自己学院的或者学校的抬头的信纸写完之后，让老师签字我记得好像还要让学院盖个章，这样。要几份？每个就1份就可以了，电子档要两份推荐信。在线申请的话，在 DTU 官网提交材料就缴纳1000元的申请费。这个申请费的话，最后是可以抵交这个学费的。然后截止日期的话，现在 DTU 不接受这个春季学生了，本来春秋2季都可以申请，现在只收秋季学生，所以截止日期的话就在1月15号之前必须交上去。但是大家要知道，就 DTU 不光 DTU 整个丹麦它都是先到先得，录满为止。它就是发现个符合条件的，看一眼如果符合条件了，直接就录取了，录满100个，后面再好它不会再要了。他也不会发下年只能继续再申请。然后录取结果4月15日前会通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就是语言成绩没出来，比如或者是分数不高，他说排队，如果没录满的话，可能会4月5号可能会就近的时候才会告诉你说你会不会录取。那这个录取率高不高呀？如果我申请了，我担心我录不上呢。根据2023年这个 DTU 录取情况，现在 DTU 现在每年大概可能5-6千人申请吧，录取人大概1200人。我们记得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年是录1000人左右。
对吧？录取率在24%，其实这录取率蛮高的。基本上他不太看学校，只要你均分够了，然后专业分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有一些工作经验，甚至没有工作经验，对吧？基本上在校内稍微活泼一点，申请起来 DTU 会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你是985或者211去什么，就是一定会录取你，也不会因为说你是国内一个什么特别不知名的院校就不录取你，并不会。但是如果是清华，那可能会高看一眼，对吧？但是如果你成绩太差，照样不会录的。好，另外就是AI 数据科学专业可能竞争比较激烈，其实这个是不太对的啊。这个它竞争激烈是计算机专业会比较激烈，还有它的王牌专业像这个能源专业，但能源专业现在其实就业形势不是很好，其实想读的人不是特别多，但它是最好的嘛，还是会有人来读，包括清华的学生本科生也会过来放学的。哦，重点来了，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要上 DTU 的硕士要花多少钱啊？这个学费其实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相对来说，去东欧比起来，比如相对去欧洲其他地方留学呢 ，DTU 其实不是很贵，因为它首先丹麦是个非常高消费的地方，它学费跟东欧没有太多区别，都是3万欧元，这也是欧盟定的一个标准。所以丹麦也是大概24万元这个人民币，3万欧元换过来大概24万人民币。生活费呢，因为丹麦的克朗跟这个人民币大概差不多1比1，所以每个月大概要7000到1万。对吧？你稍微宽松点就1万，一年大概10到15万，10万是至少的，因为你这租房子一个月现在至少得有5000块钱，5000块钱加2000块钱吃饭，7000块钱就很满打满算，所以一年至少得10万块钱，再加2年就20万，20万加上24万就是44万，你可能还要加点机票，可能还得娱乐一下。如果你不娱乐的话，至少得44万。打工的话，可能稍微会弥补一点，但可能不会弥补特别多，而且会占用特别多的这个学习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想冲的话，就是不连你托福啊、雅思，不连你托福那些考试的费用的话，至少家里面至少准备个45万是最少的。如果有条件呢，你多加5万块钱呢，到50万可以过比较宽松，而且2年不用打工。反正在 DTU 读的硕士的成本是挺高的。那其实，在东欧是一样的，没有太多区别，因为这个学费大家都是一样的情况下，你只是稍微多付一点这个学费，多付一点这个生活房租，主要是房租稍微贵一点。贵2000块钱，但是你接受教育质量是丹麦的教育质量跟东欧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而且它的就业机会包括毕业出来的工作的薪水也差很多。像在丹麦你读书的话，你看你房租一个月基本上，我说5000是比较正常的，就你租学校稍微贵一点的房子，但是其实大家去租那个稍微便宜的房子，4000块钱4500也能租得到，对吧？3500可能比较少，但如果要运气比较好，你去 S.DK 或者是学校的一些特别便宜的房子，3500也是有的，这个不是乱说，确实有，但那种可能你跟丹麦人得抢，对吧？不好抢，或者还得跟欧洲人去抢这个宿舍，不然的话去市面上去租的话，至少得5000块钱。然后自己吃饭的话，如果自己做饭的话，其实省一点，其实900到1000块钱就够了，对吧？2000到3000那可能吃的很好，2000块钱基本上都能吃肉了，3000块钱基本上额外得出去下馆子，下趟馆子一个人至少得200块钱。然后交通的话，因为学生有青年卡，最多600块钱，整个丹麦整个哥本哈根大区就随便坐了。正常如果是以2个区的话，400块钱就够了。保险的话，其实没有额外的保险，如果你想买一点其他的保险的话，一年也就1500。其实不是很高，一个月就是7000块钱打得住。如果是稍微省一点不出去玩的话，那他会不会有哪些奖学金啊？这样我们有一些像我们这些穷学生，能不能给我减免一点？穷学生是没有减免的，只有一种会减免，就是成绩特别优秀。因为现在只有秋季入学了，秋季的时候，如果你成绩特别好，他是有条件入学，可以免1半学费，甚至学费全免。但是他要你每年的这个成绩至少是10。因为丹麦的成绩是2分及格、4分、7分、10分、12分，12分就相当于100分，对吧？所以你本学期的绩点就相当于至少得是个10，才能基于下学期继续减免，不然就得开始交钱了。然后国家奖学金的话，这个硕士中国已经不支持了，中国政府 CSC 已经取消了硕士所有支持。然后其他国家的话，像印度啊，其他国家他们是有就海外留学生还是会政府给钱的，但毕业他们得回国报效祖国。然后这其他交换生奖学金。这个跟这个申请的这种没有关系，跟中国学生没有太多关系，所以基本上靠自己啊。如果你成绩特别优秀，班级第1名，对吧？然后你均分90分、95分以上，你就可以拿到 DTU 这个学费。而且他入学的硕士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就是那种偏学术型的那种，就全免的话，甚至还可以跟老师做项目那种啊，会比较好的话，那种话可以全免。但那种就是看似是普通硕士，相当于博士的预科班了，就是那种是可以，但很少那种。足够优秀，最优秀才可以，不是足够优秀，也得是第1名。那花了这么多成本，他毕业之后能去干什么呢？ DTU 毕业学生基本上，如果是理工科比较好的专业的话，基本上找工作主要是软件行业，对吧？包括一些工科行业都比较好找工作。如果你是学计算机或者 IT 相关的话，对吧？
谷歌在丹麦招的不多，微软它北欧总部在丹麦。如果你语言其实不用说北欧语言，你就英语稍微 OK 一点，去申请微软的面试，只要你笔试能过的话，进微软实习啊，包括工作不是可以。我当时面试没过啊，所以说我就不说它多好进了，反正有难度，但是没那么难，你会给你面试的。IBM 在这边应该不会找中国人。Vestas 可以去实习，也可以找到工作，我有同学在那干，对吧？这个西门子可以实习，也能找到工作。包括丹麦还最大的 Ørsted， 我室友就在那儿。你毕设如果找他们做到满分了，你也可以去加入他们，他们的薪水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诺和诺德，对吧？他是之前是整个欧洲股票市值最高的公司，对吧？他现在业绩特别好，卖减肥药，也是全球最大的胰岛素公司，所以他们的核心生产是在丹麦的。还有一些，所以他们在这边的招聘啊需求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前几年一直在说做数字化转型，所以招了很多就是可能跟制药不是很相关的这些数据的或者数学的这些工程师，包括计算机的。他们也会招大量的这个医药相关的，医药跟生物相关的，不管是下实验室的，甚至做一些研发的都有的，而且是在销售，就是做学生物的，但是可能派到其他地方外派，或者在本地做它的销售。因为他们卖到全球嘛，这个东西单价很高，利润非常高。然后大部分的学生的话，大概在6个月到10个月左右会找到工作，还是比较好找工作的。但是如果你学的不是很好，或者专业能力不是很强，找不到工作，那离开丹麦也是很正常的。大部分学生应该说是找不到工作。那回国就业怎么样？这个学校可以去大公司，比如说你就是学的一般，只要毕业了，你可以去腾讯，你只要交上去，基本上很容易进。非常容易，包括去华为也比较容易，还有这些都是我知道有同学去的，而且他们可能就是成绩也不是那种顶级优秀的，反正想去就挺好去的，就是包括去一些大的一些就是这种所谓的私企啊，就所谓的大厂，还是比较容易去的，而且待遇也还尚可。你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反正我是文科专业，申请不上，没有这个。申请上了，这个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对。那么就是，跟DTU 的硕士跟其他欧洲高校的相比的话，它有什么优势？感觉你说起来，感觉好像就业特别好的感觉。相对来说 ，DTU 因为它 DTU 整个学校老师加学生总共才1万来人，你可能2-3千还是教职，还有博士，所以下面的本科生加研究生每年的社会供给，每年可能大概就1000来人，不到2000人，1000多人。对吧？它是丹麦最强的这个科技大学，理工科大学。然后它在全球什么 QS 排名左右在100左右，之前见过前100，见过99，对吧？就相当于世界100强名校，对吧？你不光在丹麦，你在欧洲找工作都还挺吃得开的。在丹麦找工作，那基本上就是相摸我，就是如果你专业对口的话。但丹麦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能力不行，有可能就是他没有这个就业机会。如果你学的太偏，或者你学的不是最优秀的，或者你运气不好，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企业，你没有耐心在这里待长时间去找，你找不到，那也是很正常的。然后这边呢，学的东西比较扎实，也比较强调与企业的合作与实践，甚至很多博士超过一半都是叫工业博士，就直接在企业上班，边上班边写论文边毕业。工资的话拿的也比较高。多少钱？你可以看我们上个视频，对吧？3.5万到4万左右一个月，对吧？人民币。然后对比这个德国呢，企业高校呢，就欧洲这边有个叫什么北欧什么科技五校联盟，对吧？像 DTU 是一个，慕尼黑工业大学，挪威的挪威科技大学，还有一个那个瑞典皇家理工，是不是还漏了个啥？记不清了，反正就5所高校都是很鼎鼎大名大学。DTU 也是其中的高校联盟中的其中一所，所以它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相比于瑞典的这 KTH， 因为是瑞典皇家理工嘛 ，DTU 可能更注重工程领域或研究的与发展。我不知道瑞典的皇家理工有多少人啊 ，DTU 人特别少，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社会供给比较少的话，相对来说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基本上你在上课的那些核心的发家那些老板，就是教授，他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公司，而且有的就是直接就是离开了学校，在外面开大公司，然后每年就课程快结束的时候，这些老板都要回来给学生上一堂课，就是给大家讲一讲，沟通一下，留个名片什么的，就相对找工作相对机会还是会多一点。然后像谷歌呀，他们东西也会组团到学校里面搞宣讲会，所以说相对于说比较顶级的高校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反正我去 DTU 学校参观的时候，觉得理工啊，纯理工啊，感觉学校的凳子质量都特别好，设计都很合理，设计都是很理工科的，一看就跟文科没。我们学校质量很好，而且 DTU 的升学应该是全球也是顶呱呱啊。那毕业后就业好，你说还可以，那薪水怎么样呢？
薪水这里说35万一年，这是不对的啊！这因为毕业如果留下来拿的是工签，工签的话应该是48万左右一年，这是最低的，不然拿不到工签。但如果你是紧缺专业的话，大概是37万或者40万左右就能留下来，但35万是最低标准。因为丹麦的平均薪水最低是37万，所以说这个35万是保底，是税前，然后税后的话可能会去掉挺多。另外再生这些大概40万，这不止。如果你去了 UCI 的，大概直接能干到55万到60万，50万左右吧。50万，一般毕业生稍微好正常一点，大概在50万左右。如果他4万的话，就差不多快50万。那还挺高的。DTU 的工程师不便宜，确实不便宜。所以你能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我一个同学要申请 DTU 的硕士，怎样去提高他的成功率嘛？首先，对吧？大家其实这个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首先，你的本科成绩 GPA 是最重要的，跟你的高校无关，对吧？你即使你说不是什么双非，不是211，不是985，这些东西，其实这些学校都是狗屁，对吧？好学校里面渣子也很多。其实在下面学校，你把这些专业的课程能力学好，也不用特别去刷，你把它好好学，然后另外充实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另外还要去参加一些实习，增加一下就是社会工作经验，这个非常重要。另外要像编程啊这种东西也要念好一点，因为这边基本上 DTU 的大部分课程都要编程，你不写其他你要写 MATLAB， 不写 MATLAB 你就写 Python， 就是写很多代码，不管各个专业都是。然后语言成绩你不用考那么多，就100加没必要，对吧？你考过88分以上就行了，他也不看小分。雅思也是6.5就可以了，他不看小分，因为他本身母语不是英语，所以他语言成绩没有很高。这东西理论上语言成绩对你这个申请帮助基本上没有，我的分析是这样。其他欧美国家是有的，但是丹麦我感觉是没有的。基本上你只要专业能力够的，语言分只要过了就 OK， 他不会因为语言分高把你给收了，我觉得并不会，只要过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科研实习经历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你这个可能最好是本科毕业，其实你比较优秀，如果你有条件出去上点班再过来，多写点代码，或者是在专业行业，在这个自己的专业行业里面干1年再过来是比较好的。很多人毕业过来之后退学的也不在少数，博士退学的更是不在少数。所以说能力不行，我觉得是留不下了。包括我自己，如果在国内写了2年代码，我觉得这个硕士我也念不下来。还有人读了一个硕士再来念一个硕士我有好几个同学都是在国内读了一个硕士，然后又读了一个硕士，有的读的是夕阳行业，比如说读了个土木，对吧？来转行搞金融，学了个数学，还有国内学了个生物，过来又搞了个生物，因为不能换专业，结果毕业找不到工作，因为就不够强，或者说运气不好，对吧？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非常优秀的博士职位，在欧洲其他国家。丹麦因为他有的时候如果你专业不对口或者碰不上，对吧？那可能不太需要你这个能力，或者你的就能力没有符合他一个特定的一个需求，你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你只能去欧洲其他地方找机会。但是你要待住了，待个1-2年，最后还是能找到的。这个优秀的动机性，对吧？你就跟他谈理想，对吧？怎么大怎么谈，对吧？世界什么如何让世界和平，如何让世界充满绿色，对吧？如何这个那的，就说大了，这个是动机性很重要，你往好的说就行。推荐信，让老师给你美言几句。我知道很多国内都是自己写的，让老师签字，对吧？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写给做足了，也别写太烂。现在人工智能也很丰富，对吧？你可以写的稍微好一点。另外，让老师最好如果有条件，让老师自己写，对吧？我的就是让老师自己写的，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你的抬头纸啊、盖章啊，搞得稍微正规一点，别搞得像盗版一样。但是如果大家都用 AI 写推荐信，那岂不是差距？KPI 啊、GPI 啊、GPA 社会经验这2个都很重要。语言成绩过不了都扯淡，对吧？这个语言还是这都很重要，没有哪缺一不可。语言是硬性条件，不达标直接录取不了，其他的就你的这2个就是核心优势嘛。这个东西你让老师给你推荐信，叫老师只要是你的自己专业老师或者必修导师都可以，实在不行找其他只要觉得熟悉的老师认可你能力的就可以。千万不要找那些老师，如果他不认可你，还非让他给你写推荐信，那种老师直接放弃掉，对吧？不然给你抹黑你都看不出来，那最后被学校给发现了，那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我过了35还能再申请 DTU 的硕士吗？年纪没有要求学校里面甚至还有40岁、50岁甚至60岁的老头来跟我们一块念本科研究生的，很正常。但是不是有一个本科学历不能超过10年吗？理论上 Siri 对吧？但是那些基本上年纪大都丹麦人。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总结那你有什么建议吗？DTU 的硕士我觉得质量是非常高的，对吧？相对来说，这个因为丹麦它不是特别冷，我觉得丹麦还是比较适合读书的挪威有点冷，但是挪威是不要学费的，因为大家有兴趣可以申请挪威，但挪威的竞争可能会更激烈一点。但是挪威的叫什么那个自然环境会稍微差一点，也就自然环境很好，但是天气会差一点，但是工资又稍微高一点，但是挪威的消费也很高，对吧？只是没有完美的地方，对吧？所以大家在这边学的话，找工作
还可以，然后提前准备申请材料，对吧？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因为它是先到先得的，你早申就早得，晚申的话可能名额用完了就没有了。然后申请奖学金，如果你觉得成绩确实很优秀，也要提前写，对吧？而且要单独申请那个东西，你要早点准备。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没有，就是可以考虑挪威，如果没有钱的话。挪威很难，挪威他对中国特别了解，而且挪威你很多，还有就是包括不光 TTU 啊，整个瑞典，其实整个欧洲啊，大家现在都小心一点。如果你是想报什么航天、什么无人机、武器专业，还有一些人工智能太好，因为现在应该没有所谓的专门的人工智能专业，你学数学去学人工智能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像这种敏感性专业，大家心里提防点，基本上就别升了，就会要么就升上了签证拿不到，要么就直接升不到。或者甚至直接给你签证直接拉黑名单。如果因为这种原因你被欧洲一个国家拉黑名单的话，你会被整个欧洲拉黑名单。我就遇到过一个，还是个博士。这么严重？非常严重。所以说敏感专业就赶紧转行学数学，数学特别安全，好吧？欧洲现在目前数学还是很安全的，不然的话你就学个边缘专业。计算机的话要求特别高，就是申请太热门了，就升不上。那就是申请的时候要做好足够的准备啊。对啊，清楚嘛。对啊，如果你是学校太敏感，学校很敏感，还有那个叫什么 C9 高校也都被毙掉了，所以说也别想了，基本上没什么太多机会。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啊，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的话，在评论区里面问我，我们会在这个下面会给详细的回复。谢谢大家，拜拜。拜。